渐升高的温度和海平面、严重的干旱、变化的地形，这一切都让使成功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变得更为重要。对于我们人类来说，是使用先进的科技去找寻解决的方案，例如更加智能的城市和更加完善的水资源管理。但是对于动物和植物来说，要想适应这些变化，需要最为古老的方式，那就是进化。进化通常需要几亿甚至是几十亿年的时间，但是在例如急速的气候变化之类的极其严苛的淘汰环境下，物种正在进行着迅速的进化。在最近的几十年里，我们见证了很多植物、动物、昆虫的迁移，它们经历了体型大小的变化，以及开花、繁殖时间的变化。但是对于个体的生理特征来说，许多变化都是可塑的，即不能够遗传的变化。而且一个生物体为了适应环境要求，所能改变自己生理机能的能力是有限的。这就是为什么科学家们正在从物种的 DNA 中找寻进化的例子。这些进化出来的变化是可遗传的，是持久的，并且对物种的未来意味着很多。以灰林鸮为例，如果30年前你行走在北欧寒风刺骨的森林里，你可能看不到这种难觅踪迹的鸟，而只可能听到它们的声音。在白雪的背景下，它们的羽毛难以被发现。今天情况大为不同。自从上世纪80年代，气候变化导致降雪量急剧减少，但你还是很难找到灰林鸮，因为现在它们变成棕色了。这种棕色变异是这种物种的显性性状，但历史上是浅灰色隐性性状占了上风。因为这些有选择性的特殊的优势，这些捕食者得以融入环境。但是降雪量减少让它们的伪装效果下降，所以在最近的自然选择里，灰色变异只占了下风。然而那些有着棕色变异的后代在暴露的森林里具有优势，棕色的灰林鸮越来越多。其他的一些物种在最近几十年也经历了类似的适应气候变化的变异。猪笼草纹快速的进化，它们越来越晚地进入冬眠，以利用更加温暖的天气。之前有同等数量黑色和非黑色变异的2星瓢虫，现在完全变成了非黑色。科学家认为这有利于使它们身体温度不会过高。与此同时，那些通过更早产卵来保护脆弱的卵的细鳞大马哈鱼，适应了更加温暖的水域。欧洲的野百里香分泌了更多的防护油，来保护自己免受因为温暖天气产生的越来越多的食草动物的侵扰。这些物种属于一个有20种明确物种的种群，这些物种有着包括蛇、鳄龟在内的为了适应气候变化而产生进化的物种，如林蛙、紫菀科植物以及银斑弄蝶。然而，科学家们希望在地球上的8700万物种中发现更多帮助适应气候变化的物种进化。因为对于我们星球珍贵惊人的生物多样性来说，进化不是最终的答案。反之，很多物种需要依靠我们去帮助它们在一个变化的世界生存下来，否则它们将会灭亡。好消息是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工具，全球范围内我们已经做出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决定。那些决定将会帮助整个生态系统去适应。那些受气候变化影响极大的气候难民正在被鉴定和保护，那些帮助迁徙物种的计划正在进行，它们可以迁徙到更加合适的气候环境中去。现有的公园和保护区正在开展气候变化调查，来帮助野生动物适应。幸运的是，这一切还在我们的控制之内，我们还能够保护这个星球上奇异的生物多样性。毕竟，它们正在通过各种方式支持着我们人类的生存。保护和保存我们的自然需要成为世界上每个国家、公司和社区的优先事项。如果你想知道你现在可以采取哪些具体措施来帮助实现这一目标，请访问ed.ted.com/Earth School。